大家好，佛靠金装，人靠衣装，这句古人的智慧结晶，绝对是既经典又传神的提炼说法来的。赵岭最近青春附体，体能开挂，信心暴增，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的贵人之一终于又回来了。就像《大话西游》里面的紫霞仙子所说的，总有一天他会驾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或者说来找我。结果这个人真的是抱着七彩的华服出现了，而且无巧不成书的是，王一博一身棺材鼓鼓的正剧模样，居然同样的对着一个自己极其熟悉的侧影。那么您猜王一博的贵人又会是谁呢？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讲的不仅仅是王一博、赵岭，也是每一位在娱乐江湖认真打拼、生命发光的大大小小的艺人们。以赵岭为例，正剧之路坎坷不堪，冲奖也是颠簸不断。那些地气十足、毫无仙气的人物的设定和多变的形象，并没有为赵岭带来该有的正剧的红利。当然呢，洽谈高舍的空间也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了。毕竟商业价值这一块通常都是跟演员所塑造的形象直接挂钩，密不可分的。大家可以试想想看，谐星贾玲为什么注定拿不到高手的代言呢？甚至连平价的代言也不行呢？个中的道理都是浅显的。所以极聪明的赵丽颖这次回马与凤行，万千的理由之一，同样也离不开品牌爸爸的视角。所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包括王一博也不例外。政治任务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来的。说到这，希望您会懂的，也会理解这个身不由己的王一博的。有意思的是，赵岭这次回马与凤行之后，不仅零更新，成功的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和担心的大大的问号之外，与凤行班底同样也成功的引来了无数的眼球和热切的关注。最新八卦出来的豪华名单张贴出来之后，大家伙的焦点立马都集中在了导演和编剧的身上。如果让赘婿的导演邓科去指导与凤行的话，的确能够强化了整部剧的结构和看点。如果让负责香蜜沉沉烬如霜、龙岭迷窟、琉璃等等的杭州时光坐标去负责特效的话，的确不用担心2毛钱的技术性的出戏了。如果让流金岁月如懿传的制片人李小彪去负责审美双保险的话，的确爆点算是可期的了。当然了，如果让与凤行的原著作者九路飞香去做编剧的话呢，就更加让人惊喜万分的了。当然了，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一下的是，新我倒绝对不会跟着那些吃瓜观众们和娱乐大 V 们一起去惊喜万分的。为什么新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很简单，新我永恒都是与别不同的视角中人。与凤行的编剧如果是九路飞香的话，自然而然的最高兴的莫过于原著粉了。原著的作者兼任编剧，最大的保证就是在于剧情可以连贯了，不会被魔改了。但是呢，缺点还是会有的。企鹅的大 IP 剧明晃都吃过偏离原著的魔改的亏，
包括赵丽颖、王一博一道联手的《有匪》。即便他们的演技动心，眼神感人，然而呢，缺乏逻辑性的剧情让人烧脑之余，也造成了大量影评的水分上的流失。这对于那些拼了自己老命的演员而言，的确非常的不公平。然而呢，原著的笔头都是严谨的剧情，而编剧的灵气却是高分的保证了。因为读书和看戏的氛围和感动是绝对不会一样的，这一点恐怕不少人都很难体会得到。总之，这一回与奉行的 S 家的大班底的确让人非常的期待。只是在新闻我永恒与别不同的视角当中，九路飞香还真的不是新闻我最期待和最激动的班底人物。那么这个神秘的他又会是谁呢？他这次不是王一博。王一博有份的中国青年我和我的青春再次的成为了热搜了，因为相关的预告片终于亮相登场了。王一博所饰演的音乐家陆阳将以音乐的陈述的方式展开一段关于支教老师的感人的故事，以这种旁白的身份去诠释那些支教老师在西部大开发当中的奋斗史。声线超词的这个王一博实在是驾轻就熟的了。于是乎，预告片当中王一博一身相当低调的灰色西装，形象上并不是拉风抢眼的那一种。然而呢，叙事的模式算是完全的被他打开了。在架子鼓等等道具一应俱全的音乐室当中，手抱吉他的这个文青王一博，以正装老干部的刚需的口吻，展开了这一段国家祝福满满、娓娓道来的青年的故事。这造型真的是很国字号。还是那一句新闻我的老话，懂的人自然懂。有趣的是，王一博轻弹吉他的背影和布局有一个异常熟悉的侧影掠过了。这个贵人的侧影时出时让人过目而难忘，因为实在的是太意外、太鬼马，也太熟悉了。众所周知的《花千骨》是赵丽颖广为人知、万分熟悉的成名之作来的。然而呢，注定还是会有些人不会去留意得到那些藏身于幕后的大英雄的，其中就包括呢艳丽无比、夺人眼球和印象深刻的花千骨的造型，到底是出自谁家谁手呢？相信不少人只是习惯性的关注幕前而已，而不是幕后。即便幕后的英雄都是大名人来的。可以说，深入人心的花千骨的造型师，就是赵丽颖能够一战封神的幕后的大英雄，间接的大贵人来的。这位英雄和贵人叫做奚仲文。那么奚仲文又是谁呢？在视角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闻我的眼里，可以这样说，奚仲文就是见证了港圈最辉煌时刻的最强幕后见证者了。香港对他而言，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天堂与乐土来的。如果说他是香港最强的导演，
或许很多人不会服气的。然而呢，说他是香港最强，甚至中国最强的美术指导、造型指导、服装设计，恐怕没有人会有异议的。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传承和发扬光大，已经完完全全站在了这个时代的云上巅峰了。所以希望我压根儿就无力也无需去赘述任何关于西中文的荣耀的历史和如云的奖项。它就是那个黄金年代的符号，就是港圈审美的化身来的。赵丽颖的花千骨只不过是她无数美学万千足迹当中的一个而已。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么一个万千之一的造型，就是这么一个赵丽颖的造型，让赵丽颖爆红爆火，让美服、美学、美感和美人同时之间轻轻松松地征服了1万人的心了。更早的那一部由张艺谋大导演亲自执导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虽然影评极差，压根儿就不及格。然而呢，极其魔幻的是，由西中文细心雕琢、量体裁衣的整个符号道的设计，却成为了唯一一道美得让人心碎心醉、叹为观止的美学盛宴和视觉大赏。华文圈的奖项就不必要多说的了，甚至就连第79届的奥斯卡金像奖，差一点就想把最佳服装设计奖都颁给了这个西中文了。这些华夏美学的殿堂般的绝伦精美、极致奢华，到了西中文的手中，便成为了征服整个西方的拿手的利器了。熟悉赵丽颖的萤火虫们，真的是值得在自己的记忆当中去淘宝的，去仔细的想想看，仔细的回味一下。除了演技和剧情足以让人过目不忘之外，是不是花千骨当中如画氛围、绝美场景和出彩的造型，真的称得上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幅难以磨灭的影视魅影和记忆长卷了呢？在我和我的青春的预告片当中，家伙事儿齐备的录音棚当中，最拉惊的除了主角王一博的背影之外，电脑屏幕上的一幅画面居然让人可以反复的擦眼睛了。因为那明晃就是王一博本尊拍摄的《花的游音》当中的那个剧照来的。这种编排上的走心，无疑就是导演对王一博的一种额外的赞誉和趣味的肯定来的。毕竟完全没有靠山，完全依靠自己去打拼出一片天地的这个王一博，到现在为止最大的靠山和贵人，依旧还是他自己。作为当之无愧的 Z 时代的代言人和佼佼者，努力践行永不躺平，就是最好的时下的三观了。背后的温暖和感动也是于无声处了。一晃8年，这个王炸姐姐赵丽颖从2014年到2022年，整整是等足了8年之久了。她终于再次重逢了自己生命当中一炮而火至为关键的那个幕后贵人了。这个幕后的大英雄和无形的大贵人，这一次再次执掌造型设计的这一块，无疑的与奉行的那些摄人心魄、动人心弦的美学体验，明晃的已经是粮草先行迎面而来的了。季中文新闻我真的是非常的看好他，因为
一直以来，新闻我只相信那些初心不改、一生执念的文化匠人。无论幕后还是幕前，他们其实都是品质上的保证和口碑上的基石来的。因此呢，即便满城尽带黄金甲最后还是搞砸了，但是呢，在新闻我永恒与别不同的视角当中，满城尽带黄金甲的 5.8 的电影的评分当中，至少5分都是奚仲文当代无双的美学砖块给支撑起来的。当然了，不得不提一把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厉害的人没有资方的大水喉的加持，也会有捉襟见肘的时候。奚仲文也不例外，他也不可能自掏腰包去做渲染去撑场面的。于是乎，有钱版的才是他的真真正正的代表作来的。至于那些没钱版的，包括电影《诛仙一》和钟汉良版的《天龙八部》，都是各种单色杀金、廉价为金的低成本的组合来的。所以说，只要与奉行背后的水喉不差钱的话，甚至这一回比花千骨还要大手笔的话，热爆版、黄金版真的是热烈可期的。另外，奚仲文今年已经是71岁了，赵丽颖能够二搭这样的殿堂级的人马，真的是太幸运了。心怀崇敬的新闻我只想说 All the best。